嗨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Table。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用12伏电池供电的加热夹克 Milwaukee M12HG。M 就是 Milwaukee 的首字母，12就是用12伏的电池供电，HG 呢就是 Heatgetic 的各单词的首字母。其实 Milwaukee 品牌在国内的占有率很少，少得可怜极了，比 Metabo 还要少。要跟 Bosch 和 Makita 比，那就是没法比了。这个出生于美国本土的品牌，在欧美国家比较流行，在国内连个正经的网店都没有。网络上一些代购的店家在卖，而且都是卖的一些零零散散的产品，不构成体系。卖家少，产品少，买家也少。最后顺便说一句，它在大陆的中文名叫做米沃奇。好，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看这件衣服吧。它其实也不在国内销售。针对的欧美男士的衣服，那尺寸对国内的我们来说都是偏大的。我拿到手的这件是 L 码的，外观呢它都是 Milwaukee 的标准的红色，局部呢采用了灰色。除了红色这款，它还有一个纯灰色款和纯黑色款。刚才说的 HG 后面它都会带上第三个与之颜色相关的字母，比如 HGR 就是红色款的加热夹克， HGB 呢就是黑色款的加热夹克。那我们就先从材质说起吧。找一下它的内标签。从内标签上来看，它的外侧呢就是95%的涤纶和5%的氨纶，内侧呢就是100%的涤纶。第三行写的就是 Made in China。下面呢就是敲黑板式的大写单词：保养说明，清洗之前请取出电池组和电池控制器，并确保电线已经包含在电池袋中了。然后反过来有一些洗涤说明吧，几个注意事项。第一呢，就是机洗时要用温水揉洗，看来它是可以用洗衣机洗的。第二呢，就是低温晾干，但我觉得其实低温烘干也是可以的吧。第三呢，就是不能漂白。第四呢，是不能熨烫，其实大部分衣服也都这样。第五呢，就是不能搓、不能拧、不能挤也不能搅。第六呢，就是不能干洗注意不能干洗。括号里面还写了保养不当会使保修无效。你懂的。我们处在禁售区，其实保养得当，保修也无效呀。最后有一行也是大写的单词，就是让你使用之前呢，阅读它的操作手册。这个白色标签呢，其实跟这件衣服的关系不是很大了，我就不说了。从手感上来讲外层面料摸上去就是挺平整、挺平整、挺光滑的。但是说光滑又不像冲锋衣那一种很光滑的那种，也谈不上什么柔软度，可能有一点点而已吧。我并不是专业的服装解说人士，其实我也不太懂。它是防风防水，这是最基本的吧。官方对这个夹克有一个商标标识叫 Touch Shell， 好像是直译过来就是坚韧的外壳。那以我的理解呢，就是耐用耐操呗，类似于重型夹克。这个它其实是相对于 Milwaukee 的另一款连帽衫夹克来说的，它的那一款也是电池加热性质的，但是它仅有2个加热区。回头再看这款的里层面料吧，其实内衬主要以羊粒绒为主，大部分面积以羊粒绒为主，蓬松密集不掉毛，而且不起球这主要是羊粒绒它的特点其实我从网上找的，成本呢还是比较低，而且比较暖和。感觉有羊粒绒的面其实我觉得有羊粒绒的面就是它加热的部分。官方说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每件加热夹克都使用碳纤维加热元件来产生热量，并将热量散布到你的胸部、背部还有前部的口袋中。然后夹克外面和里面的口袋其实不多不少，外面的呢都挺大的。外面胸口前有一个，胸口前有一个大的。
这个整只手都可以塞进去。而且旁边呢就有2个按钮了，这个2个按钮就是控制它那个加热的开关了。这是敲黑板的来了，就是 M2 的这个按钮啊，就是控制你前胸和后背的2个加热区的。我们试一下啊。这个就是控制它你的前胸和后背2个加热区的。长按这个按钮就开机了，它就变成了红色。红色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最强的档位，热度最高，同时呢，你的电池的耗电量呢就是最大的了。那再按一下呢，就是白色的。那再按一下呢，就是蓝色的。这个白色呢就是中间档位，再按一下蓝色呢，蓝色呢就是最低的档位了。手型的这个按钮呢，其实跟这个是一样的，但是它是控制你口袋的那个加热区的。操作方法跟旁边这个一样啊，长按也是按开机，然后按下去依次为红色、白色还有蓝色，然后再长按呢就是关机。那其实我刚开始并不明白啊，这个厂家为啥要分开搞2个按钮，一个按钮，其实一个按钮控制3个区域不就行了吗？其实到后面我才明白啊，其实你干活的时候手是不需要插进口袋里的。那这样呢，到时候你干活的时候可以关掉这个口袋的加热区，减少了那个不必要的热源浪费吧，同时也能延长你的电池的供电时间。那官方的数据呢是说2.0安时的电池运行时间可以长达8个小时。你可以细品一下，这个8个小时呢，其实估计也就是开低档，并且仅有2个加热区的时候才可能用这么久吧。虽然我没有这样测试过，但是以我对2.0安时电容量的电池的通透理解，对吧？其实也差不多了。接着就是前面左右呢2个大的口袋，其实这个口袋更大了，那手腕都能进去。手腕你看，甚至半个胳膊都能进去，都可以放进去。而且里面啊也是阳力绒的，这进去也是暖和的、软绵绒绒的，包括这边也是。看这么大，我的胳膊。那侧面这个凸出来的，就是你刚才也已经看见了，其实它就是放电池用的。它其实里面引出来一条线，就是那个电源线，这引出来一条线，而且这个口袋其实还可以大一点，就在下面鼓起来。哦，设置挺别致啊，可以变成立方的。你看，其实它设计的也很大的。其实说实话，有个问题啊，突然发现了，我怎么感觉跟官方的图片不太一样呢？官方好像是在背面，官方好像在背面一个拉链，我这个怎么在侧面？我感觉买了一个山寨版的呀。啊，刚才出现个小插曲啊，就是我这个衣服跟官方的还不太一样。其实也无所谓了啊，官方的图片好像是在侧后方，在后方这里有一个应该是放电池的口，我这个是正好在左侧。其实我感觉这个更好一点，就是当你放电池的时候啊，它这个电池不会阻碍你，就是你靠那个椅子的靠背，不会硌着你的腰，是不是？这个口袋刚才说了也不小，其实我没用过厂家的那个4.0，可能还有6.0安时的电池吧，但是我觉得也足够能把它们放进去，问题也不大。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玩意儿啊，这个是一个组合的，一个是电池，一个就是这个玩意儿应该是电源的转换器吧。这个黑色按钮就是可以查看这个电池的电容量啊，在这里插进去看一下。黑色的按钮按一下，就是显示当前电池的电容量。这个差不多，一般都这样。哦，这里还有个 USB 啊，
这个还是 USB 的引出的一条线啊，不仔细看还看不出来，这个藏的挺好的。那可以给你的手机供电，我感觉就是它这个标准输出就是5伏1安的啊，标准的5伏1安的功率。然后我觉得我已经该说的都说了啊，其实内衬也没有什么好讲的了。这里内衬里面有一个小的口袋，这个口袋好像不是很大啊，这口袋是很小的一个口袋，但是这里有2个孔啊，这里有个孔，口袋里面这里有个孔，然后这里呢也有个孔，这个孔对在外面。其实有啥用呢？就是你可以引你的电源线啊，比方说数据线啊、耳机线，就是可以从衣服里面引到衣服外面。就这么一个小功能吧，不用你在寒冷的冬天去拉一下拉链，对不对？那这件衣服我差不多该介绍的都介绍完了。想象一下你在寒冷的北极圈，不对，想象一下你在寒冷的西伯利亚或者俄罗斯和加拿大这些地方啊，也不对。想象一下你在遥远的东北，零下10几度、几十度户外的地方。你就能知道这件衣服的细节拿捏的程度有多棒了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先穿上试一下吧。先把拉链拉上。啊，艾尔玛的，比我想象的大很多啊，其实。本人标准身高1.7米，而且体型稍微有点偏胖，你看还有肚子。但是我穿上这件衣服，感觉我瘦小了很多。这个袖长啊，包括肩宽呀、胸围啊，你看都感觉偏大了不少。把这个放边上，更直观一点。对不对？其实我觉得 M 码可能对我来讲还偏大一些，里面再穿件一些偏紧一点的一些外套都可以。是的，除了大以外，其实这个衣服我基本上都满意。啊，那我里面套了一个超薄的羽绒服，但是感觉这个还是很大，这个蓬松感非常强烈啊。拉上拉链看一下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帅？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帅？而且现在的时间是烟花3月啊，而且我地处在亚热带的季风气候区，所以感受不到这件衣服保暖效果或者抵寒效果到底怎样。等有机会啊，说不定去东北去感受一下这件衣服。当然，最关心的还是一个价格问题啊。不管你是海淘啊，还是国内代购，或者你是什么其他渠道啊，这个价格一般会在肉麦饼1200块钱左右，1200块钱，说没听错啊，而且你还是不包括这个充电器和电池。没错啊，就是你裸机的价格。当然，这个转换器它是算进去的，因为它这个转换器跟衣服是一体的，所以不包括电池和充电器，1200块钱，看你能不能接受。这种性价比，你细品。这个加热夹克其实各厂家都有在产，包括摩塔堡、Bosch 其实也有。摩塔堡其实价格最贵了，颜色也是最土的，就是它那种什么颜色。Bosch 呢，它是黑色的
，Bosch 它去年新出了2款啊，一个是新的连帽衫，还有一个无袖背心。这2款呢都是电加热的，那价格呢比这个稍微便宜了一点点，但也是要1000块钱以上吧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把 Bosch 的那2款或者其中1款吧买回来，跟这个对比一下，看哪个更有优势吧。目前 Bosch 这2款其实刚刚在亚马逊中国上面上架，但是还没有货源。我从去年开始其实就已经关注 Bosch 这两款电加热夹克了，但是一直没等到，一直等啊，终于后面等不及了，买了这个 Milwaukee 的。但可笑的是，买了我 Milwaukee 的第2天，它就上架了，但是没有货源，到现在也没有货源，你还是要接着等下去。但目前来讲啊，网络上对这款就是我身上穿的这款 Milwaukee 的评价还是蛮高的，70%-80%吧。当然，仅仅是这款，它的另一款的连帽衫啊，评价并不是很高。OK， 那这一期的视频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